是重度烧伤，借钱治疗，我却直接拒绝，转身拿着首富爸爸留下的千亿遗产，全款买下百台劳斯莱斯送给乞丐。正当我在 CBD 豪车展厅即将提车时，婶子柳如烟突然出现，抓住我苦苦哀求：优秀，我可算找到了，你快救救你叔叔吧，你父母都没了，他可是你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他就这么没了吗？柳如烟声泪俱下，令周围人都停下了脚步，齐刷刷地看向我们，目光里满是好奇，我却面不改色。钱给乞丐了，那边3台我也要了，刷卡。优秀，就当婶儿求你了还不行吗？婶儿给你多磕几个头，求你救救我们吧。没几下，柳如烟的额头就红了，所有人都驻足观望，纷纷向他投去同情的目光。你听不懂我刚才说的话吗？你有钱给乞丐，都没钱给我们。还有，你现在是在干什么？你没钱怎么提车？这一辆车就上千万啊，比你叔叔一次的手术费都会上好几倍。难道一辆车比你亲叔叔的命还重要吗？真优秀，我们一家对你掏心掏肺，婶儿这次都跪下求你了，你就掏点钱救救他吧。我没理他，而是绕着车走了一圈，伸手摸了摸豪华内饰，跟销售询问着车内的功能配置。销售站在我身边，一脸恭敬地夸我有眼光。我一时高兴，从包里掏出1沓现金递给他：小费收着吧。见我如此铁石心肠，柳如烟猛地扬起手掌朝我冲过来，清脆的声音在展厅里回荡，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你这个铁石心肠的女人，真是太让我失望了。你知道你叔叔过的是什么日子吗？现在已经交不上住院费，被医院赶到走廊上住了。亏我们一家看你母亲早亡，平时没少照顾你，你却如此狼心狗肺。阿姨，您冷静一下，不要这么激动。这姑娘好硬的心肠，爸妈都没了，亲叔叔就是最后的亲人了，这都不管。现在办手续，我今天就要把车都提走。你不能把车卖给他，他花的可是他叔叔的救命钱啊！你把车卖给他就是帮凶，你们根本不知道他亲叔叔现在都变成什么样了。他掏出手机，点开一个视频拿给众人看。视频里，真装的身上缠着一层层厚厚的纱布，只露出眼睛和嘴，看得出明显烧伤的痕迹。如烟，你不要为难优秀，我只是他叔叔而已，没了就没了。我哥的千亿遗产还是都留给优秀吧，她毕竟是我哥唯一的女儿。太可怜了，自己都成这样了，还在为侄女说话。这车我提定了，他烧伤和我有什么关系？你们又不是没孩子，找你儿子去要。我儿子才刚大学毕业，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可你不一样，你明明继承了千亿遗产，为什么就是不肯拿钱来救人？这钱就当是我们借你的，行不行？他真的快达了，让保安把他请出去，耽误我提车，你们展厅担待得起吗？真优秀，你怎么能这样对待你叔叔？你爸走的时候千叮万嘱让你照顾我们一家，你都忘了吗？我爸要是知道他亲弟弟一家子吸他的血，吸到他走了还不肯罢休，怕是能从坟里爬出来赏你们几个大嘴巴。周围的路人窃窃私语，目光在我和柳如烟之间来回打转，有同情柳如烟的，也有对我有看法的。优秀，你摸着良心说，这些年我们家对你怎么样？你妈走得早，你爸常年忙生意，你上学的时候是谁给你做的饭？你生病是谁守在你床边？是谁天天给你往学校送饭？现在你叔叔烧成这样，你就眼睁睁看着，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我小时候你逼我喝那碗馊了的粥，我拉了3天肚子，差点进 ICU。还有，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一家之所以照顾我，是因为我爸给了你们钱，他原本就想找个保姆照顾我的起居，是你们非要揽下这活儿，想要赚钱。优秀，你说这话可就真没良心了。你当时那么小，找外人照顾你，哪有家里的亲人照顾你用心？你怎么就不能理解我和你叔叔的良苦用心呢？柳如烟故意把态度软了下来，说得绘声绘色，引得周围人都相信了。阿姨，别跟这种丧良心的多废话，我算是看出来了，他就是个白眼狼，我现在就帮你报警。千万别，我和优秀都是一家人，我真的不想和他闹成现在这样，他毕竟是我老公的亲人，而且现在我老公的情况真的很不好，我只是觉得他手头富裕，兴许能念及亲情，帮帮我们度过眼前的难关而已。优秀，你要是不放心我可以给你打欠条的，我回去就让儿子赶紧找工作，我自己也去找个夜班上，我们这个家真的不能失去我老公。柳如烟一番话说的极其具有煽动性，不少人听到了都很是感动。就在这时，销售拿着购置合同回来了，让我签字。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展厅门口传来：姐，你到底想干什么？我爸都烧成那样了，你不救就算了，还在这里挥霍，你是不是疯了？烦人，你可来了，你快管管你姐，她不肯救你爸，还在这里说我们的坏话，让大家都误会我们。姐，我知道你心里有气，觉得我们家对不起你，可我爸现在真的快不行了，手术费还差200万，你就当看在我爸是你亲叔叔的份上，拿出点钱救救他吧。这笔钱我们以后一定还你，好不好？你拿什么还？你刚大学毕业，连份正经工作都没有，你爸现在也没工作能力，你妈也没工作，你们一家现在连住院费都交不起，拿什么还我这200万？我可以去工作，我可以慢慢还，就算是打一辈子工，我也会把钱还给你。姐，求你了，救救我爸爸。
没这个义务，那是你爸，不是我爸。你从小就被柳如烟和甄庄宠坏了，好吃懒做，眼高手低。你爸出了事，你不想着自己想办法，反而跑来求我，不觉得丢人吗？真优秀，你别太过分，我敬你是我姐，才对你低声下气，你别给脸不要。你们一家什么时候给过我脸？我懒得再和他们废话，再次催促销售把保安叫来。2个保安快步走了过来，架起柳如烟和甄嬛人就往外拖。母子俩拼命挣扎，可终究拗不过保安的力气，被硬生生的拖出了展厅。可没过多久，展厅门口突然传来了警笛声，紧接着几个帽子叔叔走了进来。帽子同志，就是他刚才动手打我。你好，我们接到报警，说你涉嫌侵占他人财产，还故意伤害他人，麻烦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真的叫来帽子叔叔，看来这女的果然有问题呀！活该，这么冷血，就该让帽子叔叔好好教育教育，赶紧把他带走。可怜那个烧伤的叔叔了，摊上这么个侄女。柳如烟站在一旁，嘴角都快咧到耳根了，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我放下笔，抬眼看向帽子叔叔，脸上依旧平静。帽子叔叔，说话要讲证据。他说是我侵占他人财产，故意伤害他人，证据呢？这就是证据。他叔叔甄庄重度烧伤，急需手术费，他是拿着家里的钱来买上千万的豪车，这不是侵占他人财产是什么？还有，他刚才让保安把我拖出去，推搡我，这就是故意伤害。第一，这些钱是我爸留给我的合法遗产，有遗嘱，有公证处的公证，属于我的个人财产，跟甄庄没有半点关系，何来侵占一说？第二，我只是让保安把影响我购车的人请出去，因为你扰乱公共秩序。还有，刚才当众打我，这算不算故意伤害？他说的是真的，你先动的手吗？我那是一时激动，他太气人了，我实在忍不住才动手的，而且我也没用力，就是轻轻碰了一下而已。轻轻碰了一下，那可真不巧，我这里有刚才的全程录音，要不要放给帽子叔叔听听？另外，这展厅也有监控。我打开手机相册，翻出了公证书照片，还有我爸的遗嘱照片，递到帽子叔叔面前。帽子叔叔，您看，这是遗嘱和公证书，上面写得很清楚，我爸所有的财产都由我继承，合法合规。这位女士，你报假警，还涉嫌故意伤害他人，麻烦跟我们走一趟吧。帽子同志，我没有报假警，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儿子刚才也在场，他可以为我作证。我儿子呢？儿子，你快出来帮我作证啊！真优秀就是不管他叔叔的死活，他就是冷血，你们不能抓我，你们要抓的是他。是不是报假警？不是你一张嘴就说了算的，我们会调查清楚。真优秀，你给我等着，我不会就这么算了的，我一定要让你身败名裂。帽子叔叔带走柳如烟时，我清楚地看到一直躲在附近观察情况的侦查员偷偷溜走了。回到家后，我便接到了爷爷打来的电话，我接起电话，语气冷淡，没有半分晚辈对长辈的恭敬。有事吗？真优秀，你现在翅膀硬了，连爷爷的话都不听了。我听说你在 CBD 的车展厅和你婶子堂弟闹得不可开交，还报警把你婶子给逮进去了。我现在刚把他给捞出来，这事你得给我个交代。那是我报的警吗？是他自己贼喊捉贼，作茧自缚，更何况他儿子都不管他，我凭什么管？行，你婶子这事先放着不说，但其他事你怎么解释？你不肯救你叔叔，甚至把钱送给乞丐，你知不知道你做的这些事丢尽了我们甄家的脸？爷爷，甄家的脸早在甄庄挪用公款，在我爸病重时不闻不问，在我爸去世后逼着我分遗产的时候就已经丢尽了，和我有什么关系？你真优秀，你怎么敢和我这么说话？我是你爷爷，是甄家的大家长，你必须听我的。现在立刻马上去医院给你叔叔交手术费，拿钱把他的病治好，不然你就不是我们甄家的人。不是甄家的人，倒也清静。爷爷，我再说一遍，甄庄的死活与我无关，我不会拿出1分钱来救他。真优秀，你别以为你继承了1000亿遗产就可以无法无天了。这1000亿遗产说到底还是甄家的产业，是我当初给你爸打下的基础，没有我你能有今天的1000亿遗产吗？我告诉你，如果你不救你叔叔，那我只能去法院维权了，告你侵占甄家的财产，让你1分钱都拿不到。我还会把你做的这些事告诉所有的亲戚朋友，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对于这个爷爷，我只有无力和失望。早在我爸的葬礼上，爷爷就拉着我，让我把1000亿遗产分一半给甄庄，说这是甄家的规矩，长子的遗产弟弟理应分一半。爷爷，我爸的产业是他和我妈一起打拼出来的，
和你没有半分关系，这一点有律师的公证，有各种合同文件为证，你去法院告也赢不了。好你个真优秀，你敢这样和我说话，眼里还有没有把我当成长辈？你这个不孝子孙！爷爷，真装的事我不会管，你也别再来打扰我，不然我不介意把甄家的那些丑事都公之于众，让大家看看所谓的名门望族到底是什么样子。我的话像一把重锤砸在爷爷的心上，电话那头的爷爷气得说不出话来，只能发出粗重的喘息声。过了许久，才咬牙切齿道：真优秀，你会后悔的，你一定会后悔的。没等他说完，我便直接挂掉了电话。下午，正当我舒舒服服泡澡时，手机又响了起来，是我爸生前最信任的律师。甄小姐，刚得到消息，柳如烟和你爷爷已经联系了媒体，把今天在车展厅的事情添油加醋的说了一遍。现在网上已经炸开锅了，很多网友都在骂你，说你冷血无情、忘恩负义，还有一些媒体已经开始深挖你的个人信息了。哦，他们的手段应该远不如此吧？没错，除此之外，甄老爷子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分割你继承的1000亿遗产。看来他们是铁了心要大闹一场啊！接下来我应该怎么应对？甄小姐，您别担心，关于遗产的问题，先生生前已经立了遗嘱，所有的财产都由您一人继承，有公证，有法律效力，他们起诉也没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也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甄庄一家多年来对您和先生的所作所为，证明您并非故意不救甄庄，而是事出有因。这场官司我们稳赢。至于网上的舆论，我们可以安排公关团队发布真相，澄清事实，让网友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扭转舆论风向。张律师，辛苦你了，官司的事情就交给你了，我要让他们知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是什么滋味。还有网上的舆论，不用急着澄清。甄小姐，这是让他们继续闹，等闹到最凶的时候，再把真相放出去，这样效果才会更好。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真优秀，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谁要是敢惹我，谁要是敢欺负我，我必百倍奉还。好的，甄小姐，我明白了，我会按照您的意思去做。接下来的几天，网上的舆论彻底炸开了锅，柳如烟他们联手媒体，把我塑造成了一个冷血无情、忘恩负义、视亲情如粪土的恶毒女人。家人们都来评评理呀！优秀这孩子真的太让我这个当长辈的心寒了。他拿着亲叔叔的救命钱挥霍，买百台劳斯莱斯，却对奄奄一息的亲人不管不顾。优秀姐早些年是被我爸妈养大的，现在却恩将仇报，对我爸见死不救。他明明知道一个孩子失去父亲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都怪我教子无方啊！没想到小时候挺乖的孩子，现在会变成这样，继承了1000亿遗产，却铁石心肠，连200万的手术费都不肯拿出来。一边是我唯一的儿子，一边是我大儿子的孩子，我这个老头子夹在中间，真是左右为难啊！之后的一段时间，我的手机里是各种社交软件的推送提醒，随手点开论坛，就看到真优秀冷血弃亲1000亿千金为奢想去救亲叔的话题赫然霸占热搜榜前2位，评论区更是热闹。这女的也太没良心了吧！亲叔叔快嘎了，他还有钱买白台豪车，还把钱给乞丐，都不救亲人，良心被狗吃了。甄家怎么养出这么个白眼狼？继承了1000亿遗产就目中无人，连长辈都不放在眼里，真是败类。让他尝尝被全网问候的滋味，看他还敢不敢这么嚣张。他爷爷都一大把年纪了，还要操心他这些破事，都出来求情了，他还油盐不进，这种人就该身败名裂，一无所有。柳如烟和甄太医的好，更是在网上卖惨卖得离谱，甚至发了长文，配着甄庄躺在病床上插着各种管子的照片，字字泣血。爷爷更是联系了几家知名的传统媒体，接受了专访，镜头前的他老泪纵横，斥责自己对我的教育不够，引得全网纷纷谴责我。下午在公司处理工作时，手机上弹出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接起电话，那边传来了一个尖酸刻薄的女声，是我爷爷的妹妹。真优秀，你到底想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丢尽了我们甄家所有亲戚的脸？你爷爷都给我打电话哭了，说你不肯救你叔叔，还跟他顶嘴。你眼里还有没有长辈？还有没有甄家的规矩？我的事轮不到你管。你姓甄，我就管得着。我告诉你，今天你必须拿出钱来救你叔叔，不然我们所有甄家亲戚都要去你公司门口讨说法，让你连班都上不了。尽管来，我公司的大门随时为你们敞开，只是我提醒你们，扰乱公共秩序是要被帽子叔叔带走的。你简直不把我这个姑奶奶看在眼里，居然还敢威胁我！真优秀，我们都是你的长辈，你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的？信不信我们联合起来，让你从甄家滚出去？
你们想赶我走，求之不得。只是你们别忘了，我继承的财产是我爸妈的，和甄家1毛钱关系都没有。就算我不姓甄，这些东西也轮不到你们来继承。你别得意，我告诉你，我们这边的亲戚已经建了个群，全都商量好了，明天一早就去你公司门口，你不拿钱，我们就不走。电话被挂断，我放下手机，嘴角勾起一抹嘲讽的笑。这些远房亲戚平日里一个个都和甄家没什么来往，一听说有好处可捞，或者能借着这事踩我一脚，一个个又都跳出来了，真是现实的可笑。甄总，有几家合作方的负责人给我发了消息，说想暂停和我们的合作，等这件事的风头过了再说。暂停合作？他们就这么相信网上的谣言吗？毕竟现在舆论一边倒，他们不想因为和我们合作受到牵连。还有几个公司的股东也打来电话，表达了担忧，想让您出面澄清一下，稳定一下军心。合作方暂停合作，股东心生担忧，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他们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舆论施压，让我最后不得不妥协，拿出钱来就真装。可他们打错了算盘，告诉合作方想暂停合作，我不拦着，但是解除合作的违约金按照合同来算。告诉股东让他们放心，这件事我会处理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更不会让公司的利益受损。好的，甄总。助理离开后，我拿起手机，直接给张律师发了一条消息。准备好所有证据，明天一早等我通知。甄小姐放心，一切准备就绪。果然第二天一早，公司楼下就围满了人，10几个甄家亲戚扛着甄优秀不孝弃亲还我甄家财产的牌子，在楼下大喊大叫，引来了不少路人围观，还有一些记者扛着摄像机跟在他们身后，不停拍照录像。爷爷被几个亲戚扶着，站在最前面，一脸悲愤。甄优秀，你快出来给大家一个说法，你不救你叔叔，你对得起甄家的列祖列宗吗？柳如烟在人群里哭哭啼啼，甄凡人在一旁不停安慰她。公司的保安拦在门口，试图维持秩序，可这些人根本不听劝，场面一度十分混乱。我到公司的时候，楼下的闹剧已经演了快1个小时了。我坐在车里，看着窗外乌烟瘴气的一幕，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助理坐在副驾驶，脸色焦急。甄总，我们现在怎么办？直接进去吗？不急，让他们再闹一会儿，闹得越凶，待会儿脸丢得越狠。张律师，可以开始了。我的出现瞬间让楼下的喧闹声安静了几秒，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爷爷看到我，立刻挣脱开扶着他的亲戚，颤巍巍地朝我走来。优秀，你终于肯出来了，是不是同意拿钱救你叔叔了？优秀，你终于出来了，你快跟大家认个错，答应救你叔叔，大家都会原谅你的。我没错，为什么要认错？你还说你没错？你叔叔奄奄一息躺在医院，你却视而不见，还拿着钱挥霍，这还不算错。你现在敢这么对他，以后是不是也敢这么对我？老爷子说的对，你就是个不孝子孙。你哪位啊？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我爸病重的时候，是谁挪用他公司的公款，在外花天酒地？是甄庄。我爸去世的葬礼上，是谁逼着我分1半遗产给甄庄，说这是甄家的规矩？我妈走得早，是谁嘴上说照顾我，实则把我当保姆用？是柳如烟。在场的人都愣住了，脸上露出了迟疑的神色。柳如烟的脸色瞬间白了，急声辩解：你胡说，我什么时候把你当保姆了？我一直把你当亲女儿一样照顾，甄庄也没有挪用公款，那都是误会。我二话不说，拿出手机，点开一个文件夹，把里面的转账记录和消费凭证投影到公司楼下的大屏幕上。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甄庄在我爸病重期间多次从公司账户转走大额资金，用于买豪车、泡酒吧、养三姐的记录，还有他在各大娱乐场所的消费小票，一笔笔都清清楚楚。这就是你说的误会吗？当时我爸躺在医院里，命悬一线，甄庄却拿着他的血汗钱在外花天酒地，这就是你说的对我视如己出的好叔叔吗？柳如烟看着屏幕上的证据，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爷爷的脸色也变得十分难看，强撑着说：就算甄庄有错，可他现在都快卡了，你作为侄女也该救他。我没多说，又点开另一个文件夹，把爷爷在葬礼上让我分遗产的录音，还有柳如烟这些年对我冷嘲热讽，把我当成保姆使唤的视频，也投影到大屏幕上。这东西哪来的？不，这不是真的，这都是你 AI 的。大屏幕前的所有人都看呆了，那些记者更是疯狂地按着快门记录下这一幕。原本对我充满敌意的路人，在看向柳如烟等人时，充满了鄙夷和不屑。原来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都被他们骗了。怪不得曾小姐不肯救甄庄，换作是我也不救，他们也太过分了。柳如烟口口声声把甄优秀当亲生女儿，结果背地里把人家当保姆，还有2副面孔呢，真是刷新我的三观。甄庄挪用公款，花天酒地，这是活该啊！现在求着别人救，早干嘛去了？
此时，甄家的那些被煽动的远房亲戚脸上也挂不住了，一个个都低下了头，不敢再说话。优秀，你怎么能这样做？真是太让我失望了。至亲之间怎么能计较这些呢？爷爷一副急火攻心的模样，差点晕过去，被旁边的亲戚扶住。柳如烟立刻撒起泼来，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嚎：“没天理呀！真优秀，你故意陷害我们，你就是不想救你叔叔。真优秀，你竟然藏了这么多证据，你就是故意的。我爸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拼命！”他说着就扬起手，幸好保安眼疾手快，冲上来一把将他按在地上。真烦人，你还敢动手？我告诉你，打人是犯法的，更何况你打的是我，你信不信我让你进去蹲几年？真优秀，你给我等着！各位记者朋友，刚才的证据大家都看到了，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我真优秀，从来都不是冷血无情的人，只是我不会把钱花在一群忘恩负义、贪得无厌的人身上。至于柳如烟说我侵占甄家财产，更是无稽之谈。我继承的所有财产都是我爸妈合法打拼下来的，有律师公证，有各种合同文件为证，和甄家没有半分关系。另外，他们还联合起来在网上抹黑我，我已经委托律师对他们提起诉讼，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各位，我知道你们今天来这里是被柳如烟他们煽动的，我不怪你们，但以后不要再被人当枪使了。对呀，大伙也都是被他们几人蒙蔽啦，真没想到他们居然是这种人。幸好优秀，你是个好孩子，明事理，我们现在就离开，绝不给你添乱。甄总，我们上楼吧，待会儿还有个视频会议。走吧。我带着助理转身走进公司大楼，身后是记者们对爷爷、柳如烟和甄凡人的追问声，还有他们狼狈的辩解声。甄总，总算是解决了，没想到你准备了这么多证据。他们既然想把我往死里逼，我自然要留一手。这场戏才刚刚开始，但是以我对婶婶的了解，事情估计还没完。公司楼下的闹剧落幕之后，网上的舆论瞬间反转，那些之前骂我的网友纷纷开始道歉，转而指责爷爷、柳如烟一家。卖惨博同情被实锤甄庄挪用公款活该的话题很快霸占了热搜榜，甄家的那些丑事也被网友们扒了个底朝天，彻底成了全网的笑柄。合作方看到舆论反转，纷纷给助理打来电话。你看这是闹的，误会了不是？既然现在甄总已经把事情解决了，那我们之间的合作也可以继续推进了。甚至还有几家合作方主动提出要加深合作，公司的股东们也放下了心，不再有任何担忧。而我在处理完公司的事情后，驱车去了市医院。当然我不是去救甄庄的，而是去做个了断。真优秀，你害了我们一家，居然还敢来！我老公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同归于尽。我来不是来看你演戏的，是来见甄庄最后一面。最后一面？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找人对我老公做了什么？真优秀，你好狠的心！我没那个闲工夫，他的身体状谁都清楚，撑不了多久了。我来只是想问问他，这辈子做了这么多亏心事，他后悔吗？就在这时，重症监护室的门开了，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对柳如烟说：“病人家属做好心理准备吧，病人的各项指标都在持续下降，已经撑不了多久了。他现在还有点意识，想见见你，还有他的侄女。”柳如烟听到医生的话，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她看着我，眼里充满了绝望，却还是让开了路。你进去吧，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话想对他说。我跟着医生走进了重症监护室，甄庄躺在病床上，浑身插满了管子，脸上戴着氧气罩，原本微胖的身形，现在瘦的只剩一把骨头。听到脚步声，他的眼睛动了动，看向我，嘴里发出微弱的声音，却听不清在说什么。甄庄喘着粗气，过了好一会儿，才勉强挤出几个字：“优秀，对不起。”现在说对不起，晚了。甄庄的眼睛里流下了2行浑浊的眼泪，艰难地继续说：“我知道，我错了，不该挪用你爸公司的钱，不该在他病重时不闻不问。你不仅错在这些，柳如烟跑去纠缠我，也是你出的主意吧？”是我知道我罪该万死，但我求你看在你爸和我是亲兄弟的份上，救我吧，我不想干。甄庄，你现在的下场都是你自己选的，怪不得别人。甄庄看着我，眼里充满了绝望和悔恨，他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却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医生立刻冲上来，给他戴上氧气罩，进行抢救。他怎么样了？他跟你说什么了？你是不是答应救他了？你还是快进去吧。甄庄，你千万不能出事，别丢下我和凡人。真优秀，你这个冷血的女人，你会遭报应的。回到公司后，助理给我递来一份文件。甄总，张律师那边传来消息，甄老爷子已经正式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分割遗产。意料之中，告诉张律师准备开庭，我要让他们在法庭上彻底身败名裂。
让我没想到的是，这场还未开庭的官司，竟会因为一个突然出现的女人变得更加混乱。这天，我正在办公室处理公司海外拓展的方案，助理突然神色慌张地闯了进来。甄总，医院那边传来消息，柳如烟在医院大闹，说有人来抢甄庄的财产，现在场面已经控制不住了，问您要不要过去看看？抢财产？什么人？说是甄庄的三姐，还带着一个孩子，是甄庄的私生子，现在正找柳如烟分甄庄的财产。备车去看看。倒不是我想管这烂事，只是这女人竟然敢打着甄庄的旗号来抢财产，保不齐会把脏水泼到我身上。驱车赶到是第一人民医院，我刚走到住院部的重症监护室楼层，就听到了激烈的争吵声和哭喊声，走廊里围满了医护人员和病人家属。只见柳如烟头发凌乱，像一只被惹急的母老虎，而她对面的女人穿着一身精致的连衣裙，妆容得体，身旁还有个男孩。这女人便是甄庄的三姐苏曼，她是甄庄在我爸公司工作时的前秘书，两人在一起3年。柳如烟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甄庄烧伤住院，苏曼见甄庄时日无多，这才带着孩子找上门来，想要分一杯羹。苏曼，我还没去找你，你竟然还敢找上门来，你就是个三儿姐，破坏别人家庭的狐狸精。甄庄现在都这样了，你还带着来历不明的孩子来抢财产，你还要不要脸？柳如烟，话别说的这么难听，要说不要脸，也是甄庄先对不起你，跟我有什么关系？还有，我儿子是甄庄的亲生儿子，是甄家的血脉，凭什么不能分甄庄的财产？甄庄的财产有我儿子的一份，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做梦！甄庄的财产都是我们家的，是我和凡人的，跟你和你的孩子1毛钱关系都没有。你赶紧滚，不然我就叫保安把你们赶出去。柳如烟，你以为你是谁？甄庄还没达透呢，他的财产还轮不到你说了算。今天你要么分我一半财产，要么我就把甄庄干的这件丑事捅到媒体那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守着一个犯错的男人，还被蒙在鼓里这么多年，到时候看谁丢人。这话正好戳动了柳如烟的痛处，她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气得浑身发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而站在柳如烟身边的甄凡人看着苏曼和那个孩子，脸涨得通红，他冲上去想推苏曼，却被他侧身躲开。你这个狐狸精，我爸都快嘎了，你还来添乱，我打死你！甄凡人，你别乱来，我劝你最好冷静点。你爸挪用公款的事情，我可是知道不少。要是我把证据交给警方，你和你妈怕是也没什么好下场吧？甄凡人的动作瞬间僵住，脸上的怒气变成了恐惧。甄庄挪用公款的时候，苏曼作为秘书，确实经手了不少事情，手里肯定有证据。柳如烟也慌了神，她没想到苏曼竟然还握着甄庄的把柄。若是这件事曝光，不仅甄家的脸面丢尽，她和甄凡人怕是还要承担法律责任。可她并不甘心把甄庄的财产分一半给苏曼，毕竟甄庄现在的财产并不多了。就在这时，苏曼很快就注意到了我。这位就是甄优秀小姐吧？我早就听说过你，甄家的大小姐，继承了1000亿遗产，真是年轻有为。甄小姐，这是我的儿子甄念安，也是甄庄的亲生儿子。如今甄庄病重，柳如烟想独吞他的财产，连我儿子的一份都不肯给，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你快来帮我主持公道吧！甄庄的财产说到底也是甄家的，你总不能看着甄庄的亲生儿子连一点财产都分不到吧？念安，快叫姐姐！甄念安看着我，小声地喊了句姐姐，我依旧没有说话。他怕是以为我会看在甄庄的面子上，对他的儿子网开一面吧。优秀，你可不能帮他，他是个三儿姐，这个孩子也是来历不明。甄庄的财产是我们家的，是我和凡人的，你可不能让他抢走啊！孩子是无辜的，他也是甄庄的血脉，凭什么不能分财产？柳如烟，你自己没本事，看不住自己的男人，现在还想独吞财产，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话音刚落，两人又争吵起来，走廊里再次陷入一片混乱。甄凡人站在一旁，看着争吵的两人，又看了看我，脸上露出了算计的神色。姐，你可不能让这个狐狸精把财产抢走啊！若是你帮我们把他赶出去，我们以后就不找你麻烦了。爷爷那边我也去劝，让他撤掉诉讼。他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想让我帮他解决麻烦，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甄凡人，这是甄庄的烂事，与我无关。他的财产，你们想怎么争就怎么争，别来烦我。见我要离开，苏曼立刻拉住我的胳膊，脸上的笑容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急切。甄小姐，你不能走，你是甄家的大小姐，你必须管这件事。我再说一遍，甄庄的事与我无关，他的财产是他自己的，你们想怎么争就怎么争。若是敢把脏水泼到我身上，打扰了我的生活，我不介意让你们知道什么叫自食恶果。苏曼被我看得心里发毛，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柳如烟看着我离开的背影，忽然眼珠一转，心里突然生出一个恶毒的念头。苏曼，你别激动，我们有话好好说。你想干什么？我知道你想给孩子争一份财产，可甄庄的财产根本不够分的，而且大部分都被他挥霍了。真正有钱的是甄优秀，他继承了1000亿遗产，甄家的所有财产都在他手里。苏曼的眼睛瞬间亮了起来，看向我的背影，眼里充满了贪婪。
你的意思是？你要是去找他闹，跟他要念安的抚养费，他就算再冷血，也不敢把事情闹大。毕竟他现在管理公司，名声很重要，所以我们一起从真优秀那里捞一笔，岂不是更好？他的话不无道理，真庄手里还有多少钱我太清楚了。如果想要后半生衣食无忧，那就不得不跟柳如烟联手了。好，我答应你，我们一起对付真优秀，只要能从他那里拿到钱，真庄的财产我1分都不要。这就对了，我们现在就去他公司闹，我就不信他能一直这么硬气。两人达成一致，甄凡人也凑了上来，三人眼神交汇，都带着算计和贪婪，朝着医院外走去。他们不知道的是，我和助理就躲在拐角处还没离开，并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甄总，他们这是要去公司闹事，我们要不要先回去安排一下？不用，让他们来，我倒要看看他们能闹到什么地步。我回到公司的时候，苏曼、柳如烟和甄凡人已经带着甄念安堵在了公司楼下。苏曼坐在公司大门口的台阶上，哭得梨花带雨。柳如烟和甄凡人站在一旁，时不时对着公司大楼喊几句，引来了不少路人围观，还有记者们扛着摄像机在一旁不停拍摄，场面比上次他们来闹的时候还要混乱。真优秀，你出来！你是甄家的大小姐，继承了千亿遗产，却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管，你怎么能这么冷血，连一点抚养费都不肯给？真优秀，你快出来给我们一个说法。姐，你要是还有点人性，就赶紧出来给念安拿抚养费，不然我们就一直在这里闹，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冷血无情的女人。我怎么听着说这孩子是甄总的亲弟弟，那他不给抚养费也太过分了吧？就是啊，继承了千亿遗产，拿出一点钱来给自己弟弟当抚养费，怎么了？也太抠门了。我要见真优秀，你们让我进去，我只是想让他给他弟弟拿点抚养费，这过分吗？这位女士，甄总现在没空，您有什么事可以先跟我们说，我们会帮您转达的。没空，我看他是不敢出来见人吧，他就是做贼心虚，霸占了甄家的财产，不敢面对我们这些苦命人吧。今天你们要么让我进去，要么我就一直在这里闹到他出来为止。说着，苏曼就要往公司里冲，保安立刻拦住他，摘方推搡起来。柳如烟和甄凡人见势，也冲上来帮忙。公司大门口瞬间乱作一团，而此时的我已经通过后门，乘专属电梯回到了办公室。甄总，他们闹得太厉害了，再这样下去会影响公司的形象，要不要让保安把他们赶走？他们好不容易来一趟，就让他们多闹一会儿，闹得越凶，待会儿脸丢得越狠。张律师到了吗？已经到了，在会议室等着呢，请他过来。张律师，你看楼下，我找你来，不是想让你跟他们讲道理，而是想让你准备好证据，让他们彻底身败名裂，再也不敢来烦我。甄小姐放心，证据我已经准备好了，她根本不是什么真心为孩子的母亲，她之前就拿着甄庄的钱挥霍无度，甄庄住院后，她1分钱的医药费都没拿过。还有，这是甄庄和苏曼的聊天记录，里面清晰的记录着苏曼知道甄庄挪用公款，还帮着甄庄转移财产，这些都是证据。另外，我还查到苏曼除了甄庄之外，还有其他的情人，这孩子到底是不是甄庄的，还不一定。果然和我想的一样，这苏曼只是想借着孩子的名义捞一笔钱而已。很好，那就让他们看看什么叫铁证如山。此时的楼下依旧是一片混乱。就在这时，张律师推开人群，走到了苏曼面前。是苏曼女士吧？你是谁？想干什么？我是甄优秀小姐的律师，张律师，我受甄小姐的委托来处理今天的事情。律师，怎么？甄优秀不敢自己出来，让你当替死鬼？我告诉你们，今天若是不给他弟弟拿抚养费，我就一直在这里闹，让你们公司永无宁日。苏女士，你凭什么让甄小姐给你的孩子拿抚养费？她并没有义务抚养甄庄的孩子，更何况这孩子到底是不是甄庄的，还尚未可知。这话一出，周围的议论声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落在苏曼和甄念安身上。你胡说，念安就是甄庄的亲生儿子，我有证据。你有什么证据？是亲子鉴定报告，还是甄庄的公开承认？据我所知，甄庄到现在都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孩子，而你也拿不出任何亲子鉴定报告。闻言，苏曼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话。他确实没有亲子鉴定报告，因为压根就不敢去做。就算没有亲子鉴定报告又怎么样？念安眉眼尖和甄庄一模一样，这还不够吗？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孩子就是甄庄的。眉眼像就能证明是亲生的吗？天底下眉眼相似的人多了去了，难道都是一家人？刘女士，你这话也太没有说服力了。苏女士，我还查到你在甄庄住院期间，从未去医院看过他一次，也从未拿过1分钱的医药费，反而在甄庄病重后，立刻带着孩子找上门来，要求分财产。请问你这是真心为孩子，还是只是为了钱？我只是没时间。苏女士说自己没时间，那这是什么？大家请看，这是苏女士在甄庄住院期间去国外旅游买奢侈品的照片。苏女士，请问你连去医院看甄庄的时间都没有，却有时间去国外旅游吗？
照片上，苏曼穿着名牌，背着奢侈品包，在国外的各个景点游玩，笑得十分开心。周围的路人看到照片，也都明白了过来。原来是这样，这女人根本不是为了孩子，就是为了钱。太过分了，孩子父亲病重，她不去照顾，反而去国外旅游，现在还带着孩子来磨钱，真是个黑心干的。这么看，真庄也是活该，养了这么一个贪财的女人，连自己的孩子都未必是亲生的。还有，这是真庄和苏女士的聊天记录，还有银行转账记录，证明苏女士不仅知道真庄挪用公款，还帮着真庄转移财产，这些行为已经构成了共同犯罪。另外，我们还查到苏女士除了真庄之外，还有其他的情人，这孩子的生父到底是谁，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苏曼，我现在正式通知你，我们将以诽谤罪、寻衅滋事罪以及涉嫌共同挪用公款罪向法院提起诉讼，追究你的法律责任。还有柳如烟女士和甄凡仁先生，你们两人煽风点火，协助苏女士闹事，我们也将一并追究你们的法律责任。柳如烟和甄凡仁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们没想到张律师手里竟然有这么多证据，不仅拆穿了苏曼的真面目，还连带着把他们也牵扯了进来。此时的苏曼也装不下去了，她带着甄念安狼狈地离开了。记者们见闹剧落幕，也纷纷散去。公司楼下终于恢复了平静，而柳如烟仍旧不肯罢休。第二天，竟又带着甄凡仁主动找上苏曼。你们来干什么？都是因为你们，我现在才会这么丢人。苏曼，你别生气呀，这也不能怪我们。谁能想到真优秀那女人手里竟然有这么多证据？不是你们挑唆我去公司闹的吗？你们说她不敢把事情闹大，说她会拿出钱来，结果呢？我不仅没拿到钱，还要被起诉。现在你们满意了吗？我也没想到会这样啊，我们也是想帮你，想和你一起从真优秀那里捞点钱，谁知道她这么心狠，一点情面都不讲。就是啊，真优秀那女人就是个冷血无情的疯子，根本不讲道理。苏曼，我知道你今天受了委屈，可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真优秀那女人霸占着甄家的全部家产，却连一点好处都不肯给我们，我们一定要想办法从她那里捞点钱。还能有什么办法？她手里有那么多证据，我们根本不是她的对手。办法当然有，硬的不行，咱们就来阴的，只要让她名声扫地，到时候她为了平息舆论，肯定会拿出钱来。怎么从名声下手？真优秀之前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专门帮助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和因病致贫的家庭。他现在靠着这个基金会博得了不少好名声，很多人都说他善良有爱心，我们就去他的基金会闹，到时候我倒要看看他还怎么嘴硬。你只要一口咬定甄念安就是他亲弟弟，说他假慈善真作秀，拿着钱做慈善却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管，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就是个伪君子。他的基金会现在有很多合作方，还有很多捐款的人，若是我们把事情闹大，基金会肯定会受到影响，合作方会撤资，捐款的人也会不再相信他，到时候他为了保住基金会的名声，肯定会和我们和解，拿出钱来封我们的嘴。可是他的基金会安保肯定更严，我们能进去吗？放心，我有办法，我打听好了，他的基金会每周6都会举办一次公益活动，邀请很多孩子和家长参加，到时候人多眼杂，安保肯定会松懈，我们就趁那个时候进去闹，保证一闹一个准。而且到时候我们多带点人，把甄念安带上，让他在现场哭，说真优秀不管他，不给他抚养费，肯定能引起所有人的同情，到时候真优秀就算有100张嘴也说不清。好，我答应你，周6那天我们一起去基金会闹，这次一定要让真优秀拿出钱来。两人又商量了许久，敲定了周6去基金会闹事的细节。柳如烟和甄凡仁才离开，但谁都没有注意到，甄念安一直躲在房间外偷听完了全程。周6这天，真是慈善基金会的公益活动现场，布置得十分温馨。我和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一起陪着孩子们做游戏。助理走到我身边，低声道：“甄总，一切正常，安保都安排好了，没有异常情况。”我笑了笑，没有说话。上午10点，公益活动进行到一半，苏曼带着甄念安、柳如烟和甄凡仁跟在身后，还有几个柳如烟从老家叫来的亲戚，一起冲进了活动现场。他们一进来就开始大喊大叫，瞬间打破了现场温馨的氛围。真优秀，你出来！你这个伪君子，你拿着钱做慈善，博好名声，却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管，你根本就是个冷血无情的女人。柳如烟也带着那些人诬赖我，现场瞬间陷入一片混乱。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立刻上前阻拦，想把他们赶出去，却被柳如烟带来的亲戚推搡开。苏曼拉着甄念安，直接冲到了我面前。真优秀，你看看这孩子，他可是你弟弟，你每天拿着钱帮助别人的孩子，却连他都不管，你良心过得去吗？对得起甄家列祖列宗吗？对，大家都来评评理呀！他不仅对叔叔见死不救，现在竟然连亲弟弟也不管不问，简直枉为人。柳如烟大喊大叫着围了上来，那些亲戚也在一旁煽风点火。他们带来的记者们正扛着摄像机不停拍摄，家长们看着这一幕，脸上露出了疑惑的神色。没想到真优秀居然是这种表里不一的人。对呀，枉我这么信任他，每次都捐款，
搞不好全进了他的口袋。苏曼看到家长们的反应，哭得更凶了。可她没想到，我只是淡淡看了她一眼。苏曼，你真的是为了孩子吗？我抬手拍了拍手，现场的大屏幕上突然播放起一段视频，视频里是苏曼和柳如烟在苏曼家的对话全过程。视频播放完，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家长们终于明白了过来，原来这一切都是苏曼和柳如烟精心策划的局。这监控是你儿子亲手装的，他不想看你一错再错。怎么会？怎么会这样？念安，你怎么能这样对妈妈？苏曼瞬间面如死灰，僵在原地。我让工作人员安抚好孩子们和家长的情绪，公益活动继续进行。柳如烟等人想逃的时候，警察及时赶到，把他们全都带走。最终证据确凿，柳如烟等人都被送进去缝纫机。之后和爷爷的案子开庭，我成功打赢了官司。他回去后便一病不起，不久真庄也因病去世。至于甄念安，在我的安排下去了福利院。自此我的生活彻底恢复平静。